韩国财阀公子有多恶霸？眼前这两位是韩国当红女明星，因为在财阀公子面前玩手机，就被当场将冰块塞进衣服里，还被盖了一脸蛋糕。另一个只说了一句助手，就被当场塞香蕉。在人间光鲜亮丽的明星，在财阀面前卑微如蝼蚁。今天要聊天电影是老手，这个财阀公子名叫赵泰武，是典型的富三代。他不仅随意玩弄女明星，还挑断自家保镖的脚筋，生气起来连自家的狗狗都残忍杀害。赵泰武家旗下有很多公司，还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包工头。财阀们为了多捞点钱，连司机们的辛苦钱都要私吞。司机老裴四处讨薪无果，只好带着儿子来到集团公司门口拉横幅。恰巧被坐在车上的赵泰武看到这一幕。最近赵泰武的父亲被检察院调查，赵泰武为了不给父亲添麻烦，带着赵泰武到办公室详谈。赵泰武问老裴到底欠了多少钱，老裴说250万韩元，约人民币1.28万。听到这个数字，赵泰武笑了。为了区1万多元，老裴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赵泰武气不打一处来，你让公司蒙羞，那我也没办法让你好过。他叫来包工头，并拿出2副拳击手套，让老裴和包工头混打。赵泰武的助手眼镜男对此见怪不怪了，他示意控制室关掉监控。包工头当着老裴儿子的面前，对着老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老裴很快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变态如赵公子，别人越受伤他就越兴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强行扣住老裴儿子的头，让他们看着父亲被羞辱的样子。虽然老裴顺利拿到工资，但他的尊严却丢得一干二净。老裴不堪受辱，送走儿子之后，又独自折回公司。他要求赵泰武赔礼道歉，可对于赵泰武这样的无良之辈来说，要他道歉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赵泰武二话不说，抡起拳头3两下就把老裴打倒在地。老裴很快便晕了过去，但赵泰武等人根本就不管他的死活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们直接将其从楼下摔了下去，然后又冒充老裴给妻子发了遗言短信，并将老裴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虽然老裴大难不死，但也成了植物人。有了赵泰武这层关系，警方很快就给出结论，将这起案件定为老裴讨薪不成跳楼自杀。为了安慰家属，新晋集团还假惺惺给老裴家人送来慰问金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但老裴的警察朋友徐道哲发现了端倪。他了解老裴，老裴是一个坚强的人，生活再难他都非常乐观，而且他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，不可能为了点工资抛下妻儿选择自杀的。徐道哲是一位极具使命感，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警察。他从老裴的儿子口中得知，老裴在出事前曾被赵泰武等人虐待过。由此徐道哲认为老裴之事并不简单，于是他不顾警局的阻拦，插手了本不该是他负责的案子。他到出事的公司大楼查监控，但公司的人却推诿说事发当日正好检修，看样子集团的人是不愿意配合了。徐道哲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调查。另一边，赵泰武也知道徐道哲偷偷调查之事，而徐道哲根本不畏强权，所以赵泰武便利用与警局的高层关系给徐道哲施压。很快，徐道哲就被上层领导强行制止调查。尽管徐道哲所在的警局处理的都是正义之事，但在强权面前他们不得不低头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徐道哲更加认为老裴之事不简单。而另一边，赵泰武为了阻止徐道哲的调查，让四眼男带着钱来贿赂徐道哲的妻子。除了钱，他们还可以包办他们孩子以后的教育，以及他们贷款的房子。徐道哲的妻子虽然有点心动，但他也是有眼力见的人，言辞拒绝。但等他到公司就被人议论，没想到徐道哲因为自己的事，让妻子在同事面前很丢脸。受到刺激的徐道哲当天就找到赵泰武，两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当场就干了一架。眼看事情越来越棘手，四眼男就拿钱让包工头去国外避风头，但包工头也是个狠人，他觉得迟早会被警察找到的，不如趁未出国前一不做二不休将徐道哲干掉。两人商量一番，决定冒险一试，并很快确定了杀手。接着包工头的妻子给徐道哲打来举报电话，并说出了四眼男让他们出国躲避的事情。徐道哲决定前去包工头所在地查看，但警察队长害怕事情闹大，让徐道哲别轻易冒险。毕竟赵泰武这样的恶霸不是一个小小的警察能制衡得了的。但正义凛然的徐道哲根本收不住手。队长知道徐道哲的秉性，于是带着小弟跟着徐道哲。果真，包工头给徐道哲设计了一个陷阱，本来以为徐道哲会独自前往的，还好队长带着小弟赶来，抓住了所有罪犯。不幸的是，小弟在抓捕的过程中被罪犯捅了一刀，这下警察局长不干了。他本来就对徐道哲调查的事情睁一只闭一只眼，现在他们连警察都敢捅刀子，那还了得？
于是警方便有了理由，原先直接调查赵太武不行，那他们就调查袭警一事。另一边，老裴的妻子找上徐道哲，他看老裴的短信越看越奇怪，原来老裴平时很少发短信，就算发短信也非常简短，而且错别字百出。但这条一言不仅短信冗长，而且毫无错别字。有了这个重要线索，加上包工头买凶杀警，徐道哲知道他们离真相不远了。赵太武的父亲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，再没有个结果，事情只会越闹越大。他们想推出一个人顶罪，翡翠的眼镜男就这样被推出来了。虽然他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，但谁叫他吃人家手短呢？赵太武还算有良心，妥善安排了他的家人。警方这边面对突然自首的眼镜男，非常无奈。他们明白眼镜男只是一个替死鬼，真正的凶手赵太武仍然逍遥法外，案件再次陷入僵局。不过很快警方又收到一条有利的情报，赵太武的保镖来到警局揭发他。保镖当时在案发现场目睹了全过程，那保镖为何会揭发赵太武呢？原来赵太武作恶多端，连身边人都不放过。一次拳击对练中，保镖只是不小心赢了赵太武，就被他活生生的扭断脚腕，还被他开除。有了保镖的证词以及一些物证，真相渐渐明朗了。但是面对赵太武这样财大气粗的财阀之子，申请逮捕令都是一件麻烦事。而且赵太武为了躲避风波，决定出国躲躲。眼看着赵公子即将出国，徐道哲无奈脱掉裤子，露出了一条长长的伤疤，这是他在抓罪犯留下的。每到下雨季，伤疤都隐隐作痛，但这也时刻提醒他身为一名警察的职责。对此，警局领导终于动容了，决定派出大批人马抓捕赵太武。而作死的赵太武出国前还准备来一场毒品盛宴。有了这个消息，警方就以抓毒为名对会所搜查。这群保镖显然也见过大风大浪，面对警察不怯场，直接开干。赵太武听到风吹草动，准备在保镖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走。于是，一场超燃动作戏就上演了，肉搏、枪战、公路上的速度与激情。最终，赵太武肯定无法成功脱身，他被徐道哲用摩托车拦下。赵太武也不甘示弱，向徐道哲发起挑战。这时来了一群围观群众，面对公众的镜头，徐道哲身为人民警察一再退让，直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他说了一句：好了，徐道哲要开始反击了。毕竟徐道哲是经过专业训练的。罪恶滔天的赵太武终于落入法网，这是一场刑警老手和商界老手之间的较量，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。不得不说，刘亚仁的演技太出彩了，将一个变态财阀公子演绎的淋漓尽致。今天的电影就推荐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记得长按点强烈推荐。